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。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。那么，在进入我们的这个漫谈之前，先说一下我这个直播这个事儿。因为我这个直播已经停了有3周了吧，那么我们准备下周恢复这个直播，但是时间的话需要做一个调整。我会在这个周三和周五，原来是周二、四、五，现在只是周三和周五进行这个直播。那么时间的话，还是美东时间11点半做这个直播，在这里做一下这个预告。那么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在周三和周五美东时间11点半来这个参与这个直播。那么直播的时间现在还只是半个小时，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提前做一个预告。那么来进入我们的这个复盘以及这个缠论原文的分享，还是继续我们的看图说话。那么今天这一课是87课，逗庄家玩的一些杂食。那么这个图形呢，这个插图还是这位师兄或师姐萤石陪你禅中说禅他制作的，地址在知乎上，这里有他的地址，所以说这个版权是他的，我们只是借用一下。那么这一课在87课，禅师他其实是说了一个他之前做庄的一个股票的例子。你看他这个时间都是98年，对吧？98年8月份，98年10月份。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。你读这个文章的时候，你并不觉得怎样，但是一配上图的话，你就再配上禅师的这个文字，你就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。那么这个神州高铁这个标的的话，也是后来的这个禅友通过禅师的这些，因为他会讲到一些具体的这个数字，就是或者说根据禅师的一些文章里面的一些一知半解，那个只言不能说一知半解，我想说只言半语吧，分析出来了是神州高铁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结合禅师的文字，首先在一个大的压力位上顶着接了所有的解套盘，这个所谓的大的压力位。看一下，我把这个画图软件调出来，就是这个，对吧？它这里其实已经有一根虚线了，就是这个前高的位置就是一个大的压力线嘛，在一个大的压力位上顶着，接了所有的解套盘，老主仓是不会接解套盘的，别的小玩意儿就更不会了。然后在那个位置上不断的假突破，对吧？然后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，抛掉的人没有时间回补，他所谓的狭窄的空间就是这里，对吧？这个也有这么一个箱体啊，或者说中枢，但是如果说现在，因为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，那么在日线上它是不构成笔的，或者不构成线段。那么其实它的最低点这里有一个最低点，它是可以构成，这里其实回落一笔，然后向上一笔。那么如果说从最低点5.5块这里分析的话，其实是这样一个走势：1、2、3、4、5。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知识看，其实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，对吧？然后这里有进入段，这里有离开段，这就是缠论的好处。你一旦有了这个缠论的这个呃理论知识的时候，你在看任何图形的时候都非常的这个有规律，那么对你来分析起来也是很容易的相对。但如果说你不懂缠论的话，那么想要理解清楚的话，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。我们来看禅师的这个文字，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，抛掉的人没有时间回补，没有空间回补，因为这个比较窄。它这个如果说你在这里，比如说卖了，然后这个回来的这个空间又太少、太小，如果说你要回补的话，这个可能还不够你的成本的，所以说，就是不值当去做这个操作。想买的人又怕上面不远巨大的套牢盘以及可能的超跌反弹骗线，但价格不跌了，对吧？它一直在这里横着，所有的筹码都掉进一个巨大的口袋，这就是庄家在吃货。我们再看二，不断的假突破，就让所有的技术派的人把筹码交了出来。三，故意砸穿前面一个坚持的平台，对吧？这里就是有一个平台，然后它这里有一根 K 线开始往下走，那么它这个箭头指的就是这根大阴线，把这个平台砸穿了。其实这种的时候，你如果从小周期看的话，肯定是一个小周期的小级别的一个快速下杀。故意砸穿前面一个一直坚持的平台，收盘后有人被套、被人追债的传闻马上到处流传。第二天
所有的老鼠仓，所有知道消息的都蜂拥而出。然后是第3天也是这样，对吧？它是连续这个3天下跌，所有的抛盘都被吸到一个无名的口袋里，所有出逃的人都在庆幸，因为第4天依然大幅低开。其实，这是禅师在他的文章里说过的一个，但他这个吸筹啊，或者说抢筹码，他不是往上拉抢筹，而是往下砸。一般很多人总结出来这个方法叫跌停板这个吸筹法，以这个砸下来，对吧？用这个手里有的筹码，然后砸一个跌停，以这种方法来这个吸筹码，它这个手法是非常凶狠的，因为它这个里这么一个套牢盘，对吧？你砸穿这个平台往下走，那肯定你要止损的呀，因为谁知道你要跌多深呢？所以说对技术派来讲，这么一个平台你给砸破了的话，肯定是要这个做一些应对的。但是呢，它是跌了1、2、3、4、5，刚好是回落一笔，看到没有？如果说以我们现在的知识来分析，其实并不难。我们简单分析一下，用我们的缠论知识，这是一笔上，然后这里，sorry， 1、2、3，这里是最高点，然后4到这里，然后5，然后下来，其实就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嘛，对吧？做了一个中枢，然后这个这里又是一个小二脉。如果说你前面是一个1、2、3结束，就是3浪上或3笔上，然后又来一个3笔这个回落，其实并没有脱离这个中枢的。你如果说用区间震荡或者说中枢震荡的战法的话，那么就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减仓，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仓，其实就是一个中枢震荡的一个操作，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的话，对吧？那你是有点这个摸不到头脑的，有点这个感觉很恐慌的这种下杀。但是确实是它利用了4天或5天的一个回落，就直接跌到前面这里，对吧？那么相当于一个1、2、3，相当于用了一个这个前面3笔的一个区间，那么1笔就干到这里来了。所以说这个下杀的力度和这个时间都是非常快的，就是一个快杀。其实，那么我们看这个，这是第4，然后还有第5段，最后，在一个谁都想不到的时刻，价格迅速的脱离上面的套牢盘。还有先说下面这个，这是属于7的。第5个，突然强烈的买盘如同地体喷薄的熔岩，任何挂住的筹码都被一扫而光，就是这根大阳线。这个5指的这个大阳线，对吧？那么其实就形成了底分型嘛，对吧？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知识的话，就形成了一个底分型，上面一个顶分型，你给砸下来。但是呢，可能在比如说这是日线，那么你去30分钟或者60分钟上看的可能是没有背驰的，那么这个的话，你需要用到更小周期才能抓住它，对吧？那么你可能因为它是一个砸破平台的往下杀，那你可能买的不够多，因为它这个并没有次级别的背驰，可能是一个次级别的背驰，你可能仓位进的不够多，但是也要去应对，不能说这段下跌它的次级别没有背驰你就不进，所以说一定要结合多周期。那么如果说次级别没有背驰，那就看一看次级别，对吧？那么当天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大阳线收盘。强烈的买盘如同地底喷薄的熔岩，任何挂出的筹码都被一扫而光。任何人都没有反应时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买入的机会了。第2天依然如此，一开盘就迅速让任何人失去买入机会，而前面未来得及逃的却依然在这个卖着。就是你因为这杀的比较快，好多人没有机会这个卖掉，那么现在涨上来了，肯定就赶紧这个解套，或者说这个少亏一点，这帮人就卖掉了，对吧？最后，在一个谁都想不到的时刻，价格迅速脱离上面的套牢盘，所谓的技术上的压力区，巨大的压力区突破时，连15分钟都不到就过去了，对吧？那么就是在这里又做了一个这个又做了一个中枢，其实还是在前面这个中枢的震荡，你发现没有？如果说这个是下来上去下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中枢，还在这个中枢里面。我们看一下够不够久，应该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刚好第9笔做了一个9段的这个震荡或9段升级之后一个快速往上拉。所以说你学会了缠论，你的知识已经融会贯通之后，它没有什么那个新奇的东西。在这里又如果说
利用他们的这个传统理论的话，可能就不太好分析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突破时连15分钟，这里其实就是第9段，然后它当天也是一个低开，这里是回落一笔之后，你是需要用到递归的方式才能画出来一个低开高走的状态。如果说你在前面这里没敢买，或者买的比较少，那么到了第9段第9笔的时候，一定要多补一点，对吧？因为是一个9段升级之后的这个中枢升级之后的这个拉升，那么这个位置要多进一点，这里位置不进，它可能就起来了。或者说，利用我们这个学会的知识，比如说这里小周期出现变化的时候，你可能进个1/5的仓位，对吧？那这里又有一个，但是呢，因为它是一个9段升级的这个位置，那可能要再进个2/5、3/5的仓位，对吧？或者说你等它突破的时候再进1/5也可以。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它起来之后，很多人是这样，就是说一旦起来之后，它仓位越来越小，对吧？后面的上涨的越高，发现自己手里的筹码越少，这是有问题的。应该是在中枢震荡的时候，随着这个震荡，你去做高抛低吸。一旦发现级别这个拉升有问题，或者级别这个中枢升级了、扩张了、到9了，这个时候你发现它快速往上走的时候，这个仓位一定要相对的重一点，要不然的话，它一旦快速拉升之后，那么后面这种单边段的拉升，如果说你仓位太小的话，你很容易去追涨的，反而会对你的这个心态上造成一些影响。好的，这是第87课的一个这个分享，看一下后面88课，88图形生长的一个具体案例。这个其实在禅师的文章中是有图的，但是我们还是借用这位师兄或师姐的，因为他这样是图形和文字都在一块儿的，比较这个容易分析。我们看，用一个例子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。下图中191的背驰，191在这里，191所谓的背驰，就是因为它这个画的线是这个分时图，那么这个后面这个线的话，它画出来就是这个线段了，对吧？用这种方式，那么191这个是最高点，在前面这是1、2、3、4、5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小五浪，然后从188这个上涨1、2、3，那么这个191虽然说出高点了，但是明显空间是小的，跟前面这个188到189这段的话，它所以说它有背驰了。191的背驰宣告前一段前移走势类型的死亡，对吧？这就结束了，到191这就可以断开了。这个教你炒股票第88课主要讲的就是中阴段的问题，这禅师利用一个实际例子讲中阴段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按道理新的走势类型是从191开始分析的，也就是说191你断开了嘛，左侧是结束了，我们主要看右侧就可以了。但这时候新的走势类型连第一段线段都没走出来，直到走到193的位置，也依然轮廓不明。就是说你虽然说从这里断开了吧，但是你这样就只有2笔分析起来不是那么的这个清晰。因此这时候就是典型的中阴身阶段，就是说这就是中阴段，现在就是没有这个结构的，那个你也没有可以上可以下，必须借助前面189开始形成的中枢来完成分析和相应的操作。这时候虽然说你从这里断开了，但是你其实可以把它借用过来前面的这个，对吧？这里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，如果说你结合后面的这个从191到192到193，这样的话就有中枢了，对吧？你可以把前面的这个结构借用过来，这就是借用前面189开始形成的中枢来完成相应的操作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还是这张图，其实，那么从191开始，192、193都很难说有什么可依据的。就191开始，192、193没有什么可依据的。当然可以说193就是第2类卖点，对吧？这个是193有第2类卖点没有毛病吧？因为191是这个一卖，那么193因为没有突破191的高点，所以说193就是2卖。这个大家学过一段缠论之后，这都很容易就知道为什么。但站在189开始的中枢角度，189在哪里？在这里，这就存在一个中枢震荡的问题。这样，这个干瘪的第2类卖点就有一个更大的可依靠的分析基础了，对吧？因为你一旦有了这个中枢之后，它这样的话就其实还是在这个中枢的区间之内做中枢震荡，可以是中枢震荡，也可以是2卖。
一切关于中枢震荡的分析都可以利用到关于192、193以及后面走势的分析中。这就等于有了双重的分析保证，对吧？你可以是这个按照同级别分解，其实就是中枢震荡，中枢出现了延伸，或者说以非同级别分解的话，那就是这个前面这里是一个最前面还有一笔，那就是一个小五浪，然后右面的话，这就是你单独分析来了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其实一个两种分析方法。好的，继续看，还是这张图。当然，后面的195的第三类卖点，也是站在中阴段的中阴阶段的角度来说的，对吧？也是借用了前面这个中枢来的，所以说没回到中枢就是这个三脉。如果说你以191这里断开分析的话，那就是一个类三脉。这里只能说是一个类三脉，因为这里其实也是有一个中枢的。为什么说是类三脉？因为这个中枢不是标准中枢，或者说不是一个饱满的一个中枢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就是一个五浪，因为它是也有这个三段重合的，也是一个中枢的。其实，在缠论里面，这也是一个中枢，只不过这个中枢跟我们这个知道的这个模型里面比较饱满的中枢，它结构相对的简单一点，对吧？因为一个是以浪形模式。就波浪，我们结合波浪和缠论，那么它是有一点点区别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其实也是中枢，也是这个三脉。如果说你单单用这段的话，就是一个类中枢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个三脉。当然可以说193就是第二类卖点，这个自然没错。但站在189开始的中枢的角度，就存在一个中枢震荡的问题。这样对于一个干瘪的第二类卖点就有更大的依靠了。一切关于中枢震荡的分析都可以利用到关于192、193以及后面走势的分析中。就是这还是刚才那张图。当然，后面的195的第三类卖点，也就是站在中阴阶段的角度说的。当然，可以说193就是第二类卖点，这个自然没错。193第二类卖点，但站在189开始的中枢角度，双重的保证，我好像多说了或者重复了一张图哦，可能是有一个 PPT 重复了一个，因为这里都有这个对这个第三类卖点的一个分析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第8页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第9页，第9页的这个我们没有说到。中阴阶段无一例外都是表现为不同级别的盘整。注意，这只是从截取这一形态、这一阶段的形态说。并不是说新的走势类型就一定是盘整，因为这一阶段就是只有一个中枢，对吧？盘整和趋势的区别就是走势类型只有两种，一定要注意这个。其实说的这里说的很精确，禅师，走势类型就两种，一个是盘整走势类型，一个是趋势走势类型。它们俩的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，对吧？但是在现阶段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比如说在195啊、193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只有一个中枢，所以说你只能说它是盘整。但是你并不知道从191这里后面的这个走势演变，它到底是一个中枢还是两个中枢？它可以完全是生长出来两个中枢的。所以说，在当下这个位置，你可以说它是一定阶段的一个盘整，也就是围绕前一走势的某一部分构成的中枢震荡。即使是所谓的微型反转也是一样，只是震荡的区间回得更深而已。其实任何转折，也就是第一类买卖点之后，都对应着第一类买卖点之后，都对应着某一级别的微转，例如191的转折，对吧？191的转折，190到191与191到192。其实就是一个微型反转，只是级别特别小。这个微型反转的级别决定了中枢的级别与力度。就是说，你前面这里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到这里的这个转折，如果说这里其实构成中枢了，那么这个中枢的区间的这个大小构成了这个震荡的这个区间大小，或者是决定了它的这个震荡的力度。
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这个要分享的这个看图说话。那我们看一下下周。那么刚刚过去的这周啊，什么非农数据啊，什么这数据那数据，因为美国政府还在关门，所以说都没有出来。那么下周，这个 CPI 数据不知道在这个10月24号，美国政府能不能够开始运行？如果说能运行的话，就会有 CPI 数据，因为如果是这个数据也出不来的话，那么在10月29号，也就是大下周，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这个就比较尴尬了，因为它没有数据啊，非农数据也没有，如果说通胀数据也没有的话，它什么数据都没有，就干巴巴的，就是只有最开始的那个 ADP 数据，那么显得稍微有点那个这个薄弱，但是呢。上周有一个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，其实已经透露了一些东西了。在讲话中，他说，就是说现在这个就业市场还是相对的比较差。那么他其实已经透露了是要继续那个降息的，已经给到一些这个信息了。那么在这个如果说下周这个 CPI 数据还出不来的话，那么这个月10月29号继续降息25个基点，已经是这个概率是非常大了。那么至于之后那个11月份、12月份具体怎样的话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所以说就看，如果说这个 CPI 数据能出来的话更好，出不来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是没有数据，所以说只能是利用已经有，或者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通过其他什么方式知道一些数据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对吧？公众是不知道，大众是不知道的，所以说要关注一下是否能出来这个10月24号，政府能不能开门，然后那个能不能够出来这个数据，这是这个主要就是周五。那么下周还有这个财报，因为财报季已经开始了。上周这个刚刚过去这周，很多投行那个银行的这个财报已经出来了。那么下周的话，相对比较重要的或者说波动比较大的，那就是盘后周二有这个 Netflix，它这个现在最近几次的财报波动比较小，之前 Netflix 财报波动都非常大，都是20%以上的一个波动，所以说这个还是因为它的体量也比较大，对吧？那么这是在盘后 AMC 的话是这个 After Market Close 是盘后，那么在周三特斯拉还有这个这个Quantum 这个这个不是那个高通，我以为是高通呢。那么这个特斯拉的话，还有这个 IBM，就是你看你个人的有没有这个关注。然后周四还有这个英特尔，因为英特尔现在最近也是比较活跃，我觉得网友们形容的非常那个贴切，说它是奉旨乞讨，对吧？所以说它现在图形上也比较好看，然后就看它这个财报里面能不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。所以说就是这个周二就关注一下 Netflix，然后周三特斯拉，然后周四的这个英特尔，这几个波动是比较大的、比较活跃的，大家可以去提前关注一下。好的，这是这个下周财报的情况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分析。先看一下标普，这是这个月线，月线现在已经这个本月已经过去了这个2周半了，那么还有1周半，这个10月份就过去了。那么现在收了一个十字星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现在收了一个十字星的这么一个 K 线。那么把这个画线弄出来。十字星这个 K 线就看它怎么选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到月底才有这个利率决议。如果说它不降息的话，那就是出乎大家意料了。因为现在，因为刚刚过去这周他讲话透露的信息是要降息。如果说真的不降的话，那就是可能是出乎意料了，那可能就会一个大跌，或者说怎样。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，起码月线上是没有太多的信息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如果说想出现顶分型，还要等到11月份，对吧？或者说你本月因为这个降息的事儿，继续往上走或者往下走，那可能对这个 K 线是有一些这个影响的。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本月收线收成什么样。那么继续利用这个区间套看一下周线上现在是个什么结构？3491，A 中枢 B 中枢，高低点没有接触，趋势上，对吧？针对这个 B 中枢，其实现在就是一个中阴段，就是一个中阴段。那么它就是可以回来继续震，拉回来，或者说回来了，哎没进入中枢3买，甚至砸穿中枢一个反弹3卖，对吧？
现在就是个中阴段，它现在这个没有方向，可上可下。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周线的顶分型已经有了，因为这个10月6号这周和9月29号这周，这 K 线有包含关系。经过包含处理之后，周线是有顶分型的。现在就看下一周是再往上来一周，还是说把这个顶分型打掉，或者说直接延续这个跌势往下走都可以，对吧？现在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现在起码我们知道的是这个顶分型是有了，因为任何的转向都必须要有顶分型或者底分型。但是不是中继的这个现在不好说，对吧？我们需要看一下多周期的。那我们就看一下4835到这个最高点6764内部结构日线。这个结构我们之前说过多次的。4835这是有一个中枢，然后所有的这些全是离开段。我们之前也是比较过进入段跟离开段的这个空间的，是有背驰的。现在再次比较一下，它是到了0.118。上面一点，但是没到等比例，等比例在7076，所以说，这段跟前面这段比较的话是有背驰的。那么现在刚刚过去的这周是出现了大幅的这震荡啊，尤其是这个10月10号这一天，因为这个特朗普又推文说要跟继续跟中国打贸易战，对吧？加大这个税收，造成了一个快速下杀。那么又开始这两天这一周又出现这个 taco 交易。什么叫 taco 交易？就是这个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每次都是说完的话自己就是他，当然了是拿这个威胁作为一个策略，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，对吧？先强硬一点，然后再慢慢软化，这都是特朗普一贯的。现在大家或者说市场虽然说市场已经知道了有这么一个 taco 交易，但是市场还是要反应，因为谁知道呢？特朗普现在这么的反复无常，你说不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周五这个下跌其实是，你说它众望所归也可以，或者说你说它是多空共同主导的一个下跌也可以。为什么说是多空共同主导呢？因为这段涨的它是典型的牛市节奏，慢涨，对吧？很多人就恐高恐的不行啊，要暴跌了，要暴跌了，对吧？很多地方都觉得要暴跌了，它就是不跌，或者说它就不大跌。那么你多头拿的也是心惊胆战，那么空头也是恨得牙痒痒的，因为老想让它暴跌，暴跌就是不暴跌。所以说，周五的这个暴跌其实是一个情绪的宣泄，就是一个多头，哎呦，这个终于跌了，我一直说他觉得恐高，你看吧，是不是跌了？那么对那个空头来讲呢，你看我一说这个一直就是要暴跌，暴跌是不是暴跌了？所以说是一个多空双方情绪发泄的这么一个过程，造成了当天是标普是跌了2.7%，那么个股就杀得更狠了。所以说这是其实，为什么说在那个牛市里面是快跌慢涨呢？因为这牛市它不会出现这个连续性的这种大跌。如果说真出现那种大跌的话，就像之前的这个特朗普上台这段1月份上台之后的这段，那么这段对吧？是一个快速下杀，而且是连续性的，它是这个又快又急，然后而且空间是非常大的，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抵抗，所以这是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。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所以说牛市的节奏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，是快跌慢涨，你是敢买的，你发现这种情况是有这个承接盘的，而不是说像它的这种都是跳空缺口。你现在比较一下，你明显能感觉到现在这个差异在哪里。就是这段的一个下跌和现在这种现在后面这些大跌是有承接的，你基本上不会超过3天，或者说不会超过那个跌2天就有承接。你看这里跳空缺口，跳空缺口，两个大的跳空缺口，对吧？直到特朗普这个开始发推文，在这个就是4月9号这天，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那个行情。当天标普是涨了9.51%呀。一个指数涨9.51%是非常吓人的。那么直到4月9号，它开始这个 taco 之后，才开始出现这种你即使出现快杀，我也能拉回来。每次快速杀下来都能拉回来。所以现在的还是这个节奏，牛市的节奏，所以不要害怕有快杀。那么怎么买呢？就是去利用小周期。
你可能在比如说它的次级别30分钟上、60分钟还是没有背驰，那你去更小周期，起码可以买一点嘛，对吧？你可能买的并不多，但是这个可以利用这个，但是前面一定要减，只有前面减了，你后面才能买回来。因为在这个上周我们做这个周末复盘的时候，我其实讲过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1小时上，因为上周我们分析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利用了多周期。1小时上，甚至是5分钟上，我们当时说了都没有背驰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再回顾一下，复盘一下当时上周我们在这个位置看的。现在是1小时上一笔没有问题，然后再看一下5分钟上，其实是有结构的。我们看我们高量这段，当时这个位置5分钟上是有一个中枢的，但是呢，它当时是这么一个下跌，它是没有背驰的。然后在5分钟的离开段，也就是5分钟的小 B 段，也就是这段，在1分钟上也有结构。我们现在再看一下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我高量的这个，然后看一下1分钟上，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看到1分钟了。这个图形呢，能不能拉回到1分钟看一下？哎，也能看到，这是我们当时上周在这里，我当时说这里也有一个中枢，对吧？而且呢，这个中枢还出现了一个3段的。那么在当下这个位置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应该是没有背驰，我们比较一下，或者说是等比例，哎，刚好是跌破了一点点等比例的位置，就在这个位置等比例这个下面一点点，但是这个位置是没有背驰的呀，对吧？所以说在上周五这个位置你也是没有那个技术上是没有依据进的，因为它这没有背驰啊，它完全在周一开盘之后它可以继续往下走，对吧？你是不知道这个在周末发生什么事儿的，所以说在周五当下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进得去的。但是，那么周一开盘或者说周末这些这个事件发酵啊，消息发酵，等到周一开盘一个跳空高开，直接开到了这个1分钟中枢之上，你就知道了，这就是空转多了嘛，直接一个小转大，直接一个小转大。那么你在哪个位置补回来呢？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周五的时候没买，那么在1分钟上。任何的回落的时候，你都应该买回来，这是一个明显的强转，就是多头转强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跳空高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1分钟上，它前面这里是一个带中枢的这么一个下跌，就这段的这个走势类型是非常复杂的。但是周一开盘，它直接一个跳空高开就突破了，你看这个的空间，它直接用一个跳空高开就直接突破了，这是一个典型的。多头强势表达，这个位置你是一定要硬的，因为市场已经做了选择了，市场已经从下跌转变成上涨了，那么已经告诉你了，我要开始上涨了，这就是明显要告诉你。那么你这个时候不去应对的话，后面跟你没关系。就这些所有的这些回落，其实都是让你加仓的位置。虽然说我们现在做复盘，或者说你说它马后炮也行啊。那么你可能看上去比较容易，我这里该买该买该买，对吧？但是在当下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些分析明白，市场已经其实告诉你它的选择了。我们一直在说，我们不是预测市场要怎么选，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是没有办法进的。我们不知道第二天或这个周一开盘的时候，它会出现这种情况啊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说你是没有办法进的，我们只能根据现在是已经有的这个图形来做分析。所以说周五这个位置是进不去的。那么周一开盘已经告诉你了，你就应该立刻去应对。那么如果说你不去应对，那后面这些继续的往上涨是跟你没关系的，对吧？那么它后面又出现了背驰，其实在1分钟上其实走得很清楚。这里做了一个中枢，然后这里又有中枢，又到了这个高点，其实就在这里。那么它就是一个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，就是一个升级之后的小中枢的一个这个盘整上，对吧？那么因为它第2个小中枢是出现背驰了，这里是出现过一个中枢的，那么又出现高点，它是有背驰的进入段跟离开段，所以这里是有这个背驰出现的。那么前面这段就结束了，那么你这个位置又要减仓了，那么后面又是出现一个下跌，所以说到大周期让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用30分钟看的话是比较清楚的这段。好的，这就是从最高点6764下来之后的30分钟上，我们把其他的清一清，看一下复盘一下，现在30分钟上用1小时看也可以，但是1小时上看的话没有30分钟那么清晰，因为30分钟这个中枢
很清晰的能够看到前面是一个1、2、3下来，这个3是不背驰的，对吧？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说，任何的反弹先减，你先减了之后，你才能那个买回来。我们当时还用这个黄金分割测来的，就是这个黄金分割。我们当时说，上周你可以回复再看一下上周我们分析的，就是任何反弹到这些位置，你都应该先减。那么它看一下这段，也就是这个反弹，看到哪儿？刚好是踩了一脚这个0.5，看到没有？就是0.5和0.618之间的这个位置，它出现了这第一次反弹的这个高点。那么你在这个位置，因为你在这个位置是能进得去的，用1分钟那个跳空高开，然后只能吃这么一段，吃这么一段，你发现反弹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了，然后它的小周期又出现背驰了，你就应该减了，因为你不减的话，后面又给砸下来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振幅啊，这一段的这个30分钟振幅还是挺大的。1.6%，指数1.6%的一个振幅，一个空间。那么个股的话，可能5%、10%的一个空间了，还是比较大的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不减的话，上去不减，那么下边又下来了，你就没法加，因为你不知道是这种杀，还只是说一个二买，因为它没跌破前面这个低点，又给了一个二买，然后又上去了。其实这个的回落也算一笔，因为虽然说它是有包含关系的，但是它明显是踩了一下中线，或者说踩了一下这个，我们把这个30分钟的中线给它加上，看到没有？刚好是踩到了，也没踩到这个，前面这一笔是连这个中线都没踩到，说明强啊。后面这一笔刚好是踩到中线上，所以这一笔也应该算到这个，因为它虽然说有包含关系，但是它是一个明显的回落，对吧？那么也算是在30分钟继续震荡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1、2、3、4、5，但是呢，如果说你这一笔算了的话，后面这一笔就不能算了，因为它不够5根，所以说可以是在当下的时候这一段应该算，但是后面它又上去了，相当于前面这一笔的延续。那么我们就重新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现在是第7笔。你说它踩的非常准，对吧？刚好是踩到中轨这个位置，这里也是在中轨这个位置，在这里得到了支撑，然后上去。然后周五的话又到了这个中枢上沿了，30分钟中枢上沿，然后还有这2个均线在这里。120均线和200均线都在这个附近，所以周五的话，如果说它上来之后，你就应该进行减仓动作了，因为它就是在做中枢震荡嘛。看它什么时候，是不是要做到9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到9之后，你要小心点了。如果说这个均线都压到这个位置的话，是不是要快速往下走？那差不多就到这个，可能要在这里，如果说要开始墨迹的话，到9或者说9以上，它不一定就肯定要往下走。如果说它一直脱离不了这个中枢的话，其实也是一个中心段嘛，就看这个利率决议是怎么选，它也可以继续往上走。往上走的话，我们再看一眼日线上，也就是说这里没有出现有效的回落一笔，也就是说不能够跌破这个位置。如果说下周不能够跌破6550的话，可以往上走的，其实就是前面这段延续哦，对吧？那么延续的话，完全可以继续再去看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等比例的位置，就是说这里相当于这一段没结束。如果说下周能够跌破6550的话，那这样回落就够一笔了，回落够一笔，跟前面这个中枢的位置又是300，你可以从现在这位置测一下，看它如果说跌破了6550，看它是不是要再深一点到6450或者6350、6250都可以，具体到哪儿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你要知道。具体到哪儿，只要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，都是3买，都是应该你去买的，而不是去割肉的。说下来并不是坏事，因为它这个这段往前涨的时候，并没有很大的这个调整。你看它这个 MACD 并没有走坏呀，还在0轴以上呢，它完全是现在可以做一个空中加油，这里做一个空中加油粘合，然后再拉起来也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现在就是处在这么一个状态，这里其实就是一个中枢震荡，这是针对这个指数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VIX， 在分析其他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 VIX。VIX 的话，就是这段上涨，尤其是4和5这2天，现在看的是日线，它这个的话已经拉到0轴以上了，看到没有？它也是从0轴起来的这个，尤其是在上周五
双周五是从0轴起来的，这个非常有力量。MACD 从0轴起来的，就是这一天，然后现在也是涨了4、5天了。那么现在你看前面这里，你必须要把这个 MACD 给摁到0轴以下，摁到0轴以下的话，才这个指数那边的话，股票那边的话，才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震荡，对吧？你如果说一直维持在0轴以上的话，你看它，如果说一直维持在0轴以上，那么股数那边那个指数那边的话，或股票那边都会可能大幅的下杀，还没结束。所以说现在还不能够掉以轻心吧。什么时候把它摁到了这2个均线以下面的时候，然后掉头往下走的时候，可能是还会牛市还会延续。但现在通过 VIX 来看的话，现在可能下周的震荡还会继续，所以说我们大家需要这个稍微小心一点。好的，然后再看一下现在，这个比特币跟这个以太币，那么他们俩杀的也非常狠，尤其是周五这一天，以太币和比特币都是暴跌啊，主要看新闻说是什么去杠杆，但是其实这个东西，因为他们，毕竟你如果说不是买卖的 ETF 的话，如果说是合约的话，那么是带杠杆的。这个东西杀的是非常狠的，如果说你杠杆又比较大的话，是很容易杀爆的，是爆仓的。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，如果说你是看好虚拟币、看好比特币还有以太币，就买 ETF，其实就是其他都不需要参与，就主要参与比特币跟以太币就好了。其他那些风险都太大了，你如果说没有能力，这个操作的话，是没必要玩那些，对吧？就是个难度太大，是这个刀口舔血。你如果说又没有那个能力控制的话，我们看一下以太币吧。以太币现在这里就是从这个4955这里就形成了很明显的一个中枢震荡。那么现在又得到了这个120天的一个支撑，但是它这个 MACD 已经下到下面去了，张口张的有点大。现在整体来讲，看一下大周期上，月线上下面有一个中枢，这里有第2个中枢，那么月的顶分型也形成了，看它是不是要继续向下延续，延续的话就关注能不能够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，看它是不是要继续往下走，那就要去3169，甚至是2700了，那这个杀的是非常狠的。看一下这个到0.5的话是17%，到0.618的话是将近30%的空间呢。如果说你用杠杆的话，那就绝对疯掉，甚至拉回来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在图形上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说，针对这个以太币的话，要小心一点。那么周线上是回落一笔了，那么回落这一笔，现在你不能说它结束啊，对吧？它可以继续往下走的。也有2根均线，2800呀、2600啊、2400啊，这都非常深的。再看日线，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中枢了，那就看这段它继续往下跌的话，可能到200天3200先踩一脚3200，然后给一个反弹，回不去3卖，然后继续往下走也可以。对吧？就针对它的话要小心一点。所以说，针对这个虚拟币的话是，仓位方面那控制可能比股票更严了。看一下比特币，那么比特币的其实它的这个抵抗力是比这个以太币强一点的。它这虽然说杀的也很深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上，这是看的这个月线上，月线上。上影线非常长，本月这个上影线收的是非常长的，然后 K 线实体也非常大，其实是非常熊的一个状态，就非常空头占优的这么一个状态。那么现在看这个结构，下面一个大中枢，第2个中枢，高低点2个高低点有接触，其实是升级了。那我们现在主要看的是现在这个离开这一段，是不是要回来了，对吧？我已经测了一下这个黄金分割。如果说要回来的话，那也是非常凶，直接就杀破10万，0.382的话是在10万以下，甚至到9万，甚至到8万，到多少我们不知道，甚至拉回来也可以呀，对吧？因为之前这波涨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说是这个，特朗普这个政府要出一些利好于比特币的一些消息，才造成了前面这波上涨。现在并没有啊，说了很多空话，并没有实质的东西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没有办法往上走的原因。所以说最近这段的这个股市震荡，
比特币其实就跟股票差不多呀，股票涨它也涨，股票跌它也跌，并没有像黄金那样，黄金这是这个一枝独秀啊。所以说比特币所谓的什么 digital gold，现在有点扯淡的意思，并没有起到这个黄金的这个避险作用，所以说它的这个股票属性其实更强一些。现在，那么避险属性现在并没有看到。这是在月线上，如果说真要杀回来的话，我们再看一下次级别周线上。那么整个从49050这段，这在月线上只是一笔，周线上的话带结构，进入段这是这个中枢构造。那就现在这里是有中枢了。那么这个回落这一笔其实是有5周，但是呢有2根 K 线有报完关系，但是可以先当一笔用，没有问题。这里就有一个中枢，我们就看这个围绕中枢震荡，它也可以杀得很狠，踩到这个120周这里也没有问题，只要不脱离这个中枢，没有出现300和3脉，你都不能说它脱离这个中枢的震荡，对吧？只要每次震荡回到这个中枢里面，都是在做中枢震荡。那么就看它这里杀的这一笔是不是要杀这么狠，那么也看一下这个空间。如果刷到120周的话，是32%的空间呢，非常大。所以说，即使是杀到这个中枢下沿的话，还有8%呢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一定要注意好这个比特币或者说以太币的这个风险控制。那么比如说到了98255这个位置中枢下沿了，然后它的内部又出现了一些日线上出现了一些盘整背驰，对吧？那你可以稍微的买一买，就先做一个小反弹嘛。在周线上的话，它完全是因为它这个区间并不大，我们可以现在测一下，这个区间相对的比较窄，10%的一个空间，比较小，所以说有能力就做，到了这个位置你可以搏一下反弹，因为它可以完全是一个非常弱的反弹，继续往下走，可以这样走，有能力就做，没有能力的话就周线上如果说只有10%的话，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小的。那么就看一下日线上，日线上现在只有一笔，从这个最高点跌到这里的话，只有一笔。那么它的小周期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我们之前是看过4小时上有结构，4小时上它那个是抵抗力或者说抵抗性比那个以太币很明显，以太币是一笔4小时上，那么现在这个比特币的话是带中枢的，这里有中枢，然后下来又给了一个3脉，这里给过一个4小时3脉，然后又下来了，又跌破前面这个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当下那个位置出没出现盘整背驰？杀到了0.18，并没有到等比例，等比例在哪？在10万左右。所以说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个，现在出现了反弹，但是这个反弹这笔还没出现，就看它这里下周能不能够给弹一笔。弹一笔的话，这样的话就会出现第2个中枢，因为前面这里已经有一个中枢了。这样的话就是弹2次出现中枢，出现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要再次跌破。这样的话，这段的这个调整可能就快结束了，因为它可以是这样，有中枢之后，如果说再出现盘整背驰，你去比较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，如果说出现盘整背驰的话，因为现在 MACD 并没有出现，你看它前面的这个柱子的面积，那后面没有啊，基本上，所以说真的是往下砸的话，不能够出现类似的这个这么大片的面积的话，肯定是容易出现背驰的这个离开，就很容易结束这段。就日线上一结束的话，给到1买的话是可以参与的，尤其是这么一个大周期的下来，那就看它这个反弹是给一个3脉之后再次出现一个背驰，还是说直接拉回到中枢里面来？所以这个的反弹，就是这个回落是可以参与的。这段结束之后出现1买的话是可以参与的。那么之后我们再跟踪，我们再这个看一下这个英伟达。英伟达其实现在结构是比较简单的，它就是没有脱离最后这一个中枢的震荡，从86上来之后，这里做了一个中枢，没有脱离这个中枢，还在继续震。所以说你操作起来就是利用中枢震荡，这里还有一个中枢中轨，对吧？那么周五的话，上周这是在哪天？10月15号，周三这一天刚好是踩到了中轨上面，然后现在出现了这个小反弹，那么就是一个中枢震荡策略就好了，你就利用这个中枢做中枢震荡的一个差价操作。当然它财报比较远，11月19号才这个出财报，
然后看一下 AMD 的话也是最近，尤其是跟这个 OpenAI 有合作之后，出现大幅上涨，现在市场关注度是比较高的。看一下它的大周期上，现在月线上又出了最高点了，对吧？但是针对这个中枢也没有出现三买或者出现三卖，它完全跟拉过来也可以的。现在就关注这段有没有走完嘛？周线上两段了已经，三段啊，这个但是呢，第三段的这个 K 线这里是有包含关系的，但是如果说你先当成一笔用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那么先看一下这个周线上有没有盘整背驰，现在等比例259，也就是第三段要涨到259才会出现跟前面这个空间一致，如果不到那里就掉头的话，就是有背驰了。那么就是在大周期上，我们先知道这么一个位置，再看一下最后这一笔的日线上。也就是149.22这个上涨，现在日线上只有一笔，但是它的小周期上明显是有两个中枢，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。但是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中枢，现在这个这个1小时上这是一个9段中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段，然后还给了一个就是一个次级别的一个300，因为只有一次回落，需要2次回落才是这个9段升级之后的300，所以这个的300是更小周期的一个300。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进了的话，那就更有优势。那么在1小时这个300在哪里呢？其实在这里，这个里面的有2次回落。我们看这2次的回落，这个其实这个300是下面这个9段升级之后的中枢的300，一定要注意它的级别是不同的。因为下面这个周期大，这个级别大，它是9段升级，在这里的2次回落还是300。那么就是看它这里，现在这是大 A 了。如果说在1小时上单以1小时来分析的话，下面是大 A， 后面这些全部都是小 B。如果说按我们模型来分析的话，那么这个中枢的话就是 B 小 B 段里面的大 A， 它完全可以继续往上走，然后出现小 B 中的大 B， 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，才有可能结束小 B 段。小 B 段结束之后，它可以把第二个中枢给震大了，跟前面这个中枢级别一样，然后再结束整个的一波上涨，对吧？所以说 AMD 的话，它的结构没结束，想要出现结束也可以呀。那么比如说我从这里断开，我就是一个盘整上，不可以吗？也可以的，但是你要先砸破这个中枢啊，往下走也可以。它现在看不到啊，对吧？看不到往下的一个趋势，你起码在最小周期上都没有往下走的趋势，你怎么能说这段就不能往上涨呢？很多人喜欢预测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涨这么多了，应该差不多到头到顶了吧？”喜欢这种方式来这个预测交易。预测交易其实是很害人的，因为这个预测交易是凭空想象的，你是臆测，而没有根据当下实际的走势。实际是强势啊，我并没有任何的。你想要往下走的话，我是有这个边界条件的，对吧？我起码有中枢在这里管着呢。你想要往下走可以啊，但是你要跌破中枢啊。现在并没有跌破，这就是禅师说的，不要让你的心乱了你的眼，一定是利用你的眼睛看到的图形来分析，而不是说从你心里想什么啊。我想它可能是有点超买了吧，或者说超卖了，利用这些很模糊的这种来交易，那其实是错误的。好的，这是针对这个AMD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Palantir 的话，日线上我们看有2个位置。上周我们说的时候，这个170.78就这个大跌的时候是出现了这个顶纹型。那么它在小周期上是给了一个二卖，但是呢，本周的这个震荡并没有跌破170.78，在10月14号周二这一天，这个最低点170.82并没有跌破170.78，所以说它并没有出现回落一笔呢，还是在1小时在做中枢震荡。那么1小时上是有这么一个中枢的，那么大家可以先用1小时这个中枢震荡这个来操作，直到它跌破170.78之后再看它这个力度。如果说在小周期上有进入段有离开段，如果说力度没背驰的话，那就可能要走得深一点，比如说它再往下走踩一脚这个120天，对吧？那可能就深一点。如果说跌破了170.78，在小周期上出现了背驰了，它也可以不踩到这里，直接就继续继续往上走，因为它这里其实构成了一个日线的中枢了，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继续震，然后往上走也可以，对吧？所以就看它跌破170.78之后的这个力度
如果说小周期上你发现有背驰了，一定要买回来。你这样的话因为它有这个中枢了，有一个结构买点，这里就是结构买点。无论它后面有多少，这都是结构买点。因为你不知道它哪一次上去，所以说出现结构买点的时候要配一些仓位。然后看一下特斯拉，那么特斯拉的话结构也是比较简单，现在从这个214这里进入段，然后这里有一个7段的中枢，它不到9，然后这个走离开。我们之前是测过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，进入段跟离开段刚好在等比例468这个位置，它最高点虽然说那个有一个假突破，到了470.75，但是一个高开一个低走直接砸回来的，对吧？现在这个回落的话也够一笔，回落够一笔，针对这个的话还是3买。现在这个反弹呢，当成一笔用也可以，因为它这个是够周期上呢是够5天的，但是呢有包含关系，对吧？所以说就看下周是不是要延续一下，但是你要注意啊，它这个反弹如果说没有力度的话，就会变成一个3买转2卖，是不是要下来，还是说在这里继续震？这样的话就会出现 A 中枢、B 中枢，还是说这里直接断开走反向都可能的。所以说要注意这个3买转2卖这个模型，就看它这个反弹的这个力度，你也可以去测一下。那么现在已经都到了0.5了，反弹非常弱。如果说到了0.618，也就是448附近的话，不能够很有力的突破这个位置的话，那你就知道了，这里就是这个就是一个3买转2卖的模型，你要先减一减，看它这里是不是能够给到一个盘整背驰，还是说不背驰给一个2买，然后在这里做中枢，然后可以继续上。最坏的情况当然是就直接跌破这个位置不背驰了，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是走一个什么1、2、3、4、5了，对吧？甚至是带2个中枢的也可以，直接打回来也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不论怎么走，你都要把它辨识出来。但是现在明显这个反弹是弱的，但是下周如果说有一个什么跳空高开，因为它这个财报也快到了嘛，下周三，如果说这个财报非常强，那直接就是一个跳空高开，直接上去了，对吧？直接就突破它，那就走1、2、3段了，也可能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谁都不能够预测，马斯克随便给你画一个大饼的话，都可以上去。如果说真能够突破往上走的话，那就牛了，那就是走一个1、2、3了，这是1，那么这是3。如果是3能不背驰，他给你点什么重磅新闻的话，那就牛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。在更大周期上，那就可能突破488了，就往上走了。所以说，不好说，因为它马上要财报了，主要是，就是它完全是可以在财报之前就顶到这个448这个位置，等待财报，可以往上走，也可以往下来。所以说到了财报那一天，你可能要进行一个减仓动作，或者说进行一个加仓动作，那就看你一个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了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今天这个分析的比较多，这个比较耽误大家的时间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，今天的这个周末漫谈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